Hey everyone, how's it going? It's Cindy. I hope you are well. 上次呢，没有跟大家讲说，我来到就是我现在住在 Boston， 那我搬到美国来之后，已经大概4个多月了。然后很多事情都还在慢慢习惯这边，适应当地的生活。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也都还不能去你知道去吃好吃的餐厅啊，或者是去酒吧逛逛啊。那这些呢，都还要等到打完疫苗之后呢，才可以比较自由一点。但是我还是蛮兴奋可以来到美国的啦。虽然不能出门呢，但是搬到美国来也代表说我可以尝到更多的美国威士忌 American Whiskey。既然都来到这边了，为什么不多学一点，对不对？I'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merican whiskey while making whiskey sour. It's gonna be fun.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 bartender， 但是之前我有在酒吧打过工，然后有学怎么做 cocktail。I'm far from like expert， 所以大家要多多包容。最近朋友呢分享给我一个美国威士忌的单桶的样本，然后我已经纯饮过了，就是没有加水直接喝，我觉得非常好喝。然后我自己认为它的风味拿来做这个whisky cocktail，应该会很棒。So we will find out today. 今天所需要用的器具跟 ingredient 都在这里了。Oh no, I got one more. 忘记冰块了。那我们所用的是American Bourbon Whiskey 的话，在美国的法令规定是它的原料至少要51%的 corn， 也就是玉米，然后在全新橡木桶熟成，那蒸馏的酒精度数要在40度到80度之间。那因为它所使用的原料的关系呢，还有他们需要用全新的橡木桶做熟成，所以通常他们的口感会比较偏甜一点。Typical 的就是比较代表性的 American Whiskey， 应该是说波本威士忌，它的代表风味呢有香草，还有玉米，然后或者是焦糖，或者是烘烤过的这个橡木桶的风味。那这些就是跟它的原料啊，还有它所熟成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。It smells so good. 那这些代表性的风味呢，其实很好理解。玉米就是从它的原料来的嘛。第二个香草的味道其实是来自它的橡木桶。那刚刚提到了，就是波本威士忌它所使用的是这个全新的经过炙烧的这个橡木桶。那橡木桶在经过橡木桶的里面经过这个炙烧的时候，那会产生一个叫做 vanillin 的一个成分。那当你把这个威士忌放进去橡木桶做熟成的时候，那经过了就是熟成的阶段，就会慢慢产生出来这个香草的这个独特的风味。这个单桶的样本呢，它是68.2的酒精浓度，所以其实它的酒精浓度非常的高。然后它是5年的威士忌。
那威士忌，如果你是波本威士忌，如果是5年的话，其实是已经年份有相当有年份的酒了。我所想象到的就是我没有去过 Texas，but Texas 的夏天的温度可以高达大概36度到40度，非常的潮湿跟热。那这些都会造成，就是它的这个 Angel Share 会比其他，比如说在苏格兰的这些蒸馏厂来得快。如果你有在喝 Whisky 的话，你可能有听过这个 Angel Share 这个名词。那 Angel Share 呢，它其实就是指这个酒液，当蒸馏厂把酒液放进橡木桶做熟成的时候，那这些酒液呢，它其实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蒸发掉。那我们把这些就是蒸发掉的这些酒液呢，叫做 Angel Share。苏格兰的气候比较寒冷，然后气候也比较温和，所以 Angel Share 呢，在苏格兰并不高，大概就是每年是以2% 的比例，就是酒液会消失在空气当中。那你可以想象，就是如果是在 Texas， 这个它的 Angel Share 会多高？那我查了一下，就是他有跟大家share 说，他们最高就是的 Angel Share 每年可以到13%，还蛮惊讶的，就是5年的酒，它的酒精浓度还可以到68.2%。在闻香上面，通常68.2度的酒，会有一点刺鼻，但是这一款我觉得在闻香上面其实就已经相当的柔顺，然后也它的复杂度也非常高，就是你可以闻到4、5种香气，那经典的波本的香气都有。然后有非常香的这个 cinnamon， 就是cinnamon 叫什么啊？肉桂的味道。蛮好喝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们对 American Whiskey 或者是Whiskey in general 有更了解一点点，让我知道 if you like Whiskey Sour， 或者是你喜欢波本威士忌吗？都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。Or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， 或者是之后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，都可以跟我说。Thanks for watching, everybody. Take care. Bye.